为打造非对称战力，台湾又签了一笔大单，与英国菲斯科技签署一项无人机采购协议，购买160架土耳其制豺狼无人机，同时还有豺狼无人机的技术转让。问题来了，豺狼无人机的性能如何？技术转让对台湾有什么好处？土耳其造的无人机为什么成了英国公司的产品？在9月份的台北航太展，豺狼无人机就已经亮相了。巧的是，台湾经纬航太看上了这款武器，并且与英国菲斯签署了一项合作备忘录，打算采购160架豺狼无人机，并且引进豺狼无人机的技术。这就有一个问题，豺狼无人机明明是土耳其造的，怎么就成了英国科技公司的产品了？豺狼无人机是土耳其视距外飞行科技在2022年研制的，本来只是民用，只是后来英国菲斯科技看上了这款无人机，打算开发豺狼无人机的军用版本，可以携带轻型多功能导弹，也就是欧洲雁导弹。2022年10月份，豺狼无人机成功试射欧洲雁导弹。2023年7月份，英国菲斯科技从土耳其视距外飞行科技公司中买下了豺狼无人机的知识产权，可以在英国国内生产并用于对外出口，台湾就是第一个用户。所以豺狼无人机也能看作由土耳其与英国联合开发，二者强强联合，做出来的东西不会差。特别是土耳其在无人机方面的实力有目共睹，技术不断走向成熟，比如 TB2，俄乌战场上的明星武器因摧毁莫斯科号一战成名，订单量大增。土耳其还设计了舰载无人机，准备用在自家的阿纳多卢号上。不过相比较 TB2， 这款豺狼无人机就比较陌生了。那么它的性能如何？豺狼无人机的设计类似小型直升机，采用4轴8桨设计，机翼上安装了2个用于垂直起降的旋翼，以及2个用于水平运动的小型涡轮机，战斗半径能达到130公里，能够以每小时108公里的速度巡航，最快时速能达到160公里，最大升限为4000米，可以通过卫星通信技术遥控。其优点很多，比如具备垂直起降功能，可以在树林和城市建成区等隐藏位置进行操作。不过豺狼无人机最大的特点还是武器配置，其机身前上部有2个管状发射器，可以发射泰雷兹研制的欧洲雁导弹。这款导弹重量仅13公斤，能够以 1.5 马赫的飞行速度击中目标，加速过程只需 0.3 秒，射程可达6公里。也正是因为个头小，欧洲雁导弹可以集成到多个平台上，包括装甲车、直升机、海军舰艇或者便携式无人机等等，能够应对不同的威胁。在俄乌战场上，乌军士兵就使用装载欧洲雁导弹的肩扛式发射器，成功击落了一架俄军海鹰10无人侦察机。除此之外，无人机还主打一个消费比，武装直升机不足，现代战机不够先进，通通无所谓。在当前的战场环境中，豺狼无人机的效果与二者差不了多少。从作战领域分析，其可以进行空对地打击，比如攻击地面上的主战坦克，打击敌方重点军事目标以及后勤补给线等等，而且还能为有人战机与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甚至是在飞行过程中与敌方飞行装备进行战斗。不过无人机的优势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火力军就不多说了，我们还是来聊聊经纬航太采购的豺狼无人机以及技术转让对台湾有什么好处。台湾当前主打的就是非对称战术，其中无人机就是主力选手，作用不必火力军多说了吧，可以参考俄乌战场上的情况。也正因如此，台湾便加快了在无人机领域的研发速度，对外采购了一些大型无人机，也自行研发了一些小型自杀式无人机。2023年年初的时候，台湾防务部门就宣布要打造无人机部队，并且制造3000架军用商规无人机的原型机。只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好像还有点难度。台湾当前的无人机实力还可以，性能还不错，比如红雀、瑞渊、剑翔、腾云等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台湾也有很多问题，最典型的就是研发时间太长，迭代速度太慢。对于无人机来说，这点是很致命的。
当然了，台湾有研制经验，但是制造能力严重不足。也正因如此，台湾提出了军用商规无人机。说实话，民用无人机确实能用，俄乌战场上民用无人机带个炸弹，在威力方面不比军用无人机差，只是民用无人机的可靠性无法保证，特别是台湾民用无人机企业的技术积累薄弱，可靠性堪忧，毕竟没钱，经费都拨给中科院了，民用企业也没办法花费大价钱研制一款能够军用的无人机。美国、土耳其那边无人机水平之所以高，不只是技术好，更重要的是有竞争。就比如美国研发无人机的周期顶多2-3年，2023年开始研制，2025年就能首飞，靠的就是人多。美国采购无人机只需要提需求，一大堆企业就会围过来，把自己的方案拿出来。美国军方只需要从里面找一个最好的就行，土耳其也是一样，谁行谁上，有能者居之。但是台湾没有，研发制造都是中科院一手包办。虽然中科院的技术储备也不错，但是精力有限，还要负责 N 种导弹的研制，比如雄风系列、天剑系列、万剑系列以及天宫系列等等，没办法全力研究无人机，迭代速度慢也无可厚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台湾提出军用商规无人机，只是时间稍微有点晚了。近几十年来，台湾的无人机一直都是中科院负责，经费也都是拨给中科院，严重压缩了民用无人机企业的生存空间。同时导致民营企业的技术储备严重不足。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给钱还想要好东西，世界上没有企业愿意。不过经纬航太这次购买的160架豺狼无人机里面包含技术转让，算是弥补了民间企业的一个窟窿。经纬航太完全可以按照豺狼无人机的技术研制出一款更适合台湾的无人机，难度比从零开始小得多。总的来说，台湾的无人机还稍微差点火候。我们所熟知的台湾无人机研发时间都能达到10年、20年，而像美国、土耳其5年都已经算长了。就比如豺狼，土耳其从2022年年初开始研发，2022年4月，视距外飞行科技就和菲斯科技签署协议，以125万美元的价格出口5架无人机。紧接着在2022年10月，豺狼无人机就试射了欧洲雁导弹。虽说最开始只是民用无人机，但是这个速度已经可以说明土耳其的技术积累，这也是台湾当前最缺乏的东西。不过经纬航太获得技术转让之后，情况大概率会不一样。而且视距外飞行科技与菲斯科技签下出口协议的后几个月，就和台湾签署协议，以交流专业知识，并在台湾开设办事处。估计各位应该都还记得亚洲无人机研发中心，或许台湾之后的无人机就不需要一直依靠中科院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豺狼无人机对台湾还有什么用处？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视频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